想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为难千钧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身犯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拳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闲庭信步，朝阳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有反应，渡仙门有救了！还剩最后一批弟子，必须保证挪移顺利进行。以为乍阵就安全，找到！你下来了俩圣人弟子，闻名修也！怎么全来了？现在装晕还来得及吗？长寿，你在哪儿？长寿！师叔，我们中了迷药，其他弟子在挪移大阵出口旁的树林里，你们快去！长寿！长寿。师父，弟子没事。弟子此前将你迷晕。你也是为了为师着想，为师不怪你。师父，我这倒霉师妹露馅了！李长寿，你装病骗我！我没有啊，师父。我都说了我没事，您自己误解的嘛。扎到师兄了！这件事都是师兄逼我做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兰陵娥，李长寿，师兄你教的，死两个不如死一个。掌门，无事，我修习师父新传的法术，不得要领，吐吐血而已。此战我门内长老风主损失惨重，所幸未成仙弟子得以保全。日前，师父与大法师为我等去金鳌岛走了一趟，算是彻底查清了其中缘由。西方二圣为大兴西方不择手段，手下控制了许多大妖，其中就有挑起三教纷争的元凶文道人。此事必须通知门内，加倍戒严。师兄，西坊教让文道人挑拨道门，有什么好处啊？昔年西坊二圣以宏愿成圣，即向天道贷了一大笔功德贷款成圣，并许下大兴西方的宏愿。在道门三教遍布洪荒的今日，西坊教根本没有大兴的机会。如果还不上贷款，西坊二圣恐怕会面临严峻的天道责罚。既然走正途无法大兴西方，二圣便使出了捞偏门的方式，招揽文道人，挑拨道门三教，削弱道门影响力，从而赚取功德，壮大西方教。道门
们为了赚功德，竟能做到如此地步。师弟，眼下我们该怎么办？此战既有圣人始，亦须有圣人终。有师傅和大法师出面，西方教短期内不敢作祟。如今，元泽他们的魂魄已被送往六道府转生，三教之争也得以平息。我们只能督促宗门上下勤加修炼，以防西方教再出手。六道府原打算安排元泽转生人族，可谁知元泽和忘忧汤前说了句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放心吧，转生这般小事，应该出不了问题。”然后呢？他刚喝下忘忧汤，就被六道河的浪花卷起，打入了一旁的畜生道。下一世应该会是一只黑皮豹。是。西方那两位，当真可恨。大法师，这便是渡仙门最近江城的因缘。渡仙门经大战后，人丁损失不少。我有心想助其兴旺，可老师又不准我多收弟子，为剩加速促成道侣、繁衍后代这一条路，只好来麻烦月老您了。大法师，请看。大家都生了情愫，唯独这三星拱月的男弟子没有变化。月老，不如帮帮他。无知钟爱。原来师兄喜欢这样的。林娥，把我最新研发的稳字经抄写300遍。最近突然心绪纷乱，带我查查典籍。小兽兽。咱这新裙子、新妆容，好看吧？师叔，宗门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之战，相比起容貌，我们更应该注重提升修为才是啊。长寿师兄，长寿师兄，我有阵法上的问题向你请教。有心师妹，我急着闭关，这是我收藏的阵法典籍，我能为你开导一二。时间紧迫，我先走一步。这位仙门良才似乎过于断情绝爱了些，那他到底想要什么？生来往，莫管情，先已故，难真心。文静知错，文静办事不力，还请您暂且放过文静一马。文静保证，下次一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。女王大人，进来吧。
南海那边情况如何？属下奉您之命，在南海打探得知，近日出现了一个功德兴旺的新教派。道门强盛已久，不好对付，不如从这样的新教派下手。西方教此战虽落败，但绝不会就此罢手。复盘此战，我杀了不少业障大妖，应该得了不少功德吧？天道为世间每个生灵设立了个人账户，用于发放功德和业障。为确保安全，我一直随身佩戴获得玉，防助他人推测来历的同时，也将天道发放的功德和业障拦截在个人账户外，待来日一次性接收。业障！我造什么孽了？近日虾妖为祸，杀伤了我神教大量教众，双方交战时竟还误杀了无辜的百姓。虾妖，此事竟然还和龙宫有关，太过分了，这是在挑衅。就是寨主，咱们不能任由他们欺负啊！就是啊，对啊。大家的心情我都明白，我们举办大典，就是为了祈求神的庇佑。大家只需捐出香火钱，将鱼买下放生，神感受到诚意，必会加倍保佑大家。不对呀，卖鱼放生和神有什么关联？况且大部分教众本就以打鱼为生，到处都是鱼，为什么要找寨主买鱼放生？看来是寨主欲借神之名谋利。放生，吉祥！这是妙珠吧？怎么鬼鬼祟祟的和这乌鸦碰头？我们安排在南海龙宫的内应来报，南海龙宫已整装待发，很快就能攻来。鸦神，您放心，经过我的努力，他们现在对南海龙宫可是满腹恨意，定会与之以命相搏。很好，等到双方混战无暇顾及时，我们再派出血赤黑纹吸走功德。届时，女王大人此计真是高明。血赤黑纹，女王大人，又是文道人和西方教的阴谋。他们在熊寨和龙宫分别安插内应，先挑起双方战事，再借机夺取功德，好歹毒的算计！大太子殿下，数日前我们刚整治过他们，今天他们居然还敢举办大典。我已召集所有南海附近的龙族子弟前来相助，好好收拾他们。敖某表兄，你这小矮子怎么来了？敖某表兄，我近日在南海金鳌岛修炼，得知你召集龙族子弟欲进攻熊寨大典。表兄，大典上有许多无辜百姓，贸然开战会给龙族增加更多业障。龙族背负滔天业障数千万年，何惧在天上几比？南海使君听令，踏平熊寨！奇怪，这些破事跟我的功德又有什么关系？熊寨的神教难道就是保佑我们吧，海神！海神！海神！海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。海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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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吗？怎么还多了1620座啊！龙族和海神教交战，杀伤百姓就是我产生业障的原因吧？而一旦海神教卷入战争，我这个名义上的海神也会背上一笔滔天的业障。少则引动天罚，多则招致灭世之灾。必须阻止战事发生，之后再想办法解散海神教。指挥军团出发。凭你们也敢自称海神教？那个海神像就交给你砸了。表弟，敖乙，不能砸！他怎么跑到南海来了？糟糕，他认识我的真容，现在海神像上还刻着我的大脸。完了，我的身份要暴露了。长寿兄，可笑，龙族才是海上霸主，难道要让这个不知所谓的海神指点我们做龙？他们都被控制了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，死无对证。阁下总算来了。世界道路千情缘。